前女友就乐吃这破玩意儿，这玩意儿酸鸡柳有啥可吃的？哎，你越说酸，他吃的越来劲儿。我当时做龙虾、做鲍鱼，他一口不吃，他说他减肥。完，我整个这破玩意儿，他抱着盆一吃能吃一宿。但我得减手艺了，万一下一个对象还愿意吃这破鸡。哎呦我操，这玩意儿真是长手就能做，但你得长手。你就看我胳膊底下当啷这俩玩意儿，我当时怎么给他去的骨呢？他多少是迷了我的心窍了。当时宝儿们，今天就不无骨了，今天无大骨行不行？你乐也行不行？你也吃不着。就这个汤里，你少点点雪碧。我他妈又没录上，你整这玩意儿就是爹，你明不明白？泡了一宿了，尝尝我这半年有没有退步。哎呦我太伟大了，真的我太伟大了。他吃我这玩意儿能跟我分手，可能是怕走我道相拽了他。哎，对了，我新整个家伙事儿哎，我成了吗？这不，你说我当时要有这玩意儿，我喝酒的时候给他点缀一下，我至于现在他妈天天给前女友随礼吗？我早上我上市场捡漏去了，卖鱼那老小子着急回家打麻将，这一兜子10块钱给我了，在那儿我也看不出来多少啊。我们回家一到，感觉那小鱼得有100-200条。我哥收着2个来小时都要掉眼泪了，还整贼腥，拿白酒灰油面洗的手。后来不由得发出一句感慨，他说给那鱼洗白这个工作太难了。完这些鱼，来点上豆瓣酱，直接给我奶做了一盘酱焖小杂鱼。然后年底了，单位分了不少肉，我把骨棒排骨挑出来了，给我奶做酱骨棒和铁锅炖。今天正好发一下这2个酱料啊，年夜饭可以安排一下子。要不你过年回家躺着啥也不干，跟个蛆似的，你妈用不了大年初一似的给你撵出去。这个是酱骨棒的料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酱料。这些料我酱了4块骨棒。然后你们要记住一个事儿，就教程类的视频看的是料不是量，因为像颜色和口味是要根据你的硬件来调整的。文中提到的硬件大概指的是这几样东西啊。然后这是个非常基础的酱料。铁锅炖的料呢，因为水比较多，再加点盐就可以了。然后像酱焖鱼啊、鱼子这样有点腥的呢，再倒一口白酒就可以了。那酱料嘛，酱还是挺关键的。我在家用的是这个葱伴侣，这个其实我不说，你在超市买的也基本都是它是90天足期发酵的原酿酱，没有添加剂，酱香味也浓。然后这甜面酱呢，可以做个京酱肉丝，这辣椒酱稍微调调味儿就可以做部队火锅。我就寻思今年年夜饭来个辣火锅，这红彤彤的还冒热气儿，一家人吃着多舒服呀。完我奶说只要桌上有那啥，别的菜你爱啥啥。来吧，参加了酱鱼、碧虾、松米、铁排鸡、白菜、犀牛羹、墨子、酱蛋、酱骨。完今天上我奶奶吃饭，我看我奶手腕也提高呀。我说你这怎么赶时髦啊？我奶说不是，在家洗线衣劲儿使大了，手拧了一下。他说就赖你，穿背心别穿什么线衣，冷点能咋的呀？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但是外面卖的好多都是汤多肉少，感觉买这也不太合适，就决定自己在家做点。不过没想到做这点鸡爪子差点没给我们命搭理。刚开始我图省事儿，就买了好多脱好骨的冻鸡爪，但是这鸡爪焯完之后又腥又丑，实在没什么食欲，就被我放弃了。后来我发现居然有专门卖脱骨机器的，我又花了5000元的请了个爹回来，但是没想到这爹也不灵啊，一个鸡爪子5根骨头，他就能去3根，完了还去不净。问题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要命的是我盲目的相信了它的效果，提前订了350斤鸡爪子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，就是机器用不了，鸡爪还退不了，我感觉我们可能是要完了。后来研究了一下，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好办法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鸡爪子光焯煮过冰水就干了80多锅。这期间我们还试图找几个朋友来，结果4个人一起发朋友圈，到晚上共计就找了1个人。再一个，因为我们去年啃过一宿，现在闻的鸡油味就恶心，所以今年我们只能徒手干。后来这活就完全干成了一个重复性的流水线作业，那手第1天是肿的，到最后呢没有知觉了。我们就在这生生扒了3天，这是我活到现在经历的最绝望的时刻了。就是虽然3天只占1年的1%，但这几天的经历却需要我用1生来治愈。然后原本我还买了10个空气炸锅，打算做点虎皮鸡爪，现在也用不上了，还都是新的，就全挂闲鱼出给大家了，做点吃的啥的特别方便。再加上家里2个闲置的拍立得，很适合记录日常，这些通通5块钱1个，大家直接点评论区链接，闲鱼搜狗送就行了。也可以关注一下，后面还会持续上新。你们要是有什么用不到的东西，也可以挂闲鱼卖闲置赚钱。后来调汁的时候，我非常的严谨，甚至买了10几种品牌的产品，逐一测评，然后汲取他们各自在口味上的优点。因为这些鸡爪子已经整折磨我们4天了，就完全可以说是拿命换回来的，我现在容不得它有一点闪失。
然后给这些爹泡了一宿，现在它是又入味又多汁。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是蒜蓉酸辣，一半是泡椒的。我们还把手肘后面那块脆骨也单独剪出来做成泡椒的了。这无骨鸡爪到吃上的这一刻才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它现在酸酸辣辣的，还微微带点甜，尤其是放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吃，感觉可太爽了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打包了，这一桌按市值来讲应该能值点钱。不过这里边食材成本真没多少钱，主要是生命成本有点高。后来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了之后，我们提前半年过了个生日，在场一共7个人，许下的却是同一个愿望：好好活着。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种小包装的灯影牛肉丝，但是我研究了一下，市面上得有95%以上的产品其实用的都是大豆拉丝蛋白，所以我去买了2个牛后腿，我打算看看这纯牛肉做的和那老豆干吃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顺便也算算这纯肉的做完成本是多少钱一斤。不过在做这个牛肉丝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熬出一大锅卤汤，这汤越香，那牛肉嚼的就越有滋味。这锅汤在炖完牛肉之后，比之前卤猪蹄儿剩的那锅汤还香。那锅我之前就给留着当老汤了，现在这锅我也想留着当老汤，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波老汤见老汤，这回估计是得吃到地老天荒了。这些牛肉在卤泡了一宿之后就已经特别入味了，然后就是做这灯影牛肉丝最麻烦的事了，就是怎么把这些牛肉撕成丝儿。我们试了好多工具，相对好用的是这个撕丝神器，但它也就是个半自助的半自助机器，因为牛肉比较硬，它只能先把块状打散，然后需要人工先把它的筋撕开，再撕成细丝儿。我们在这整整扒了13个小时，从早晨兴高采烈的开始干到晚上都没劲儿哭了，干到凌晨的时候算彻底绝望了，那给我价值观都干崩溃了。就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一度认为大豆组织蛋白是一项很伟大的发明，太荒谬了。这些肉扒完丝儿，算是彻底给我们累麻了。晚上寻思先歇会儿，刷刷手机。正好最近新换了个苹果14 Pro Max， 这手机内存大、运行快，价格还实惠。在转转上买的，才花了8900，用着跟新的一样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。而且转转是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手机都有真人检测，数码产品全都保修1年，特别靠谱。想换数码设备的，推荐你们也去转转看看。然后这些牛肉丝儿要大火给它炸到脱水，为了能更好吃，我还一起炸了4盆料油。后来我算了一下，那200斤肉卤完炸完就剩下60多斤了，但是炸肉炸油却一共用了100斤油。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吃着香呢？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油比肉多。最后要把这些牛肉丝大火爆炒烹出锅气，出锅之前再多撒点芝麻。现在它的口味是甜麻辣香，一口直接入魂。而且得益于我们撕那玩意儿实在不太均匀，这里边的细丝儿入口化渣特别酥脆，那粗的也是油汪汪的，吃起来很多汁水。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外面卖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，就是它不只有料香，还有越嚼越香的肉香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这纯肉的做完了合成本是60多块钱1斤。这牛肉丝现在吃的就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太费酒了，平均每100克的耗酒量在5到8瓶之间。我估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呢，我家楼下卖酒那小子也该琢磨换车了。哎，刷虾我能指成谁呢？是老弱病残的他，还是年富力强的他？刚洗太澡，小迷糊。果然是不负众望。你要这样的话，就别怪兄弟走捷径了。刷挺干净，就是手有点麻。有对象的就使对象牙刷，没对象就别吃了。那玩意儿自己扒虾多孤独。你说这整只一个脑瓜里全是水的，一点他妈知识都没有啊！宝，这像不像你？刷虾扒蒜3个小时，我听我弟在沙发都打呼噜了。这玩意儿第一遍炸没他妈吓死我，第2遍我想明白，我站远点得了呗。你看吧，男孩长大就这一瞬间的事。你要信我，你就放点猪油或者煸点五花肉，它马上从蒜香变嘎香。你放心吧，我除了我弟不带坑边的。我咋没蹲够？你说你指不上别人，自己做饭你不得找点快乐？头2条直播粉丝说他那小龙虾便宜，才10块钱1斤。我一看机票2000多，我还吃本地的。我弟他妈又闻味醒了。蒜小虾，蒜香小，香小虾，右下巴，你吐白沫了呢？没有，刚刷完牙。你刷牙了啊？完了，吃吧。啊，你说人要吃啥都没啥事吗？没事，最多就是个结石呗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姑啊，这回真得要老2了。